枪！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面色难看的跃在空中，抄起重尺重重砸在陈家主脑袋上。这一击是大力沉，然而却仅仅只是在碰撞之际，响起一道金属相撞的铿锵声。陈家主身子甚至动都没动，身上的红色光膜完美挡住了这一击，眼中带着一丝嘲讽望向少年。此阵是江北陈家耗费10数年布下，阵灭之前无人能伤我。白衣少年见状，咬牙也没继续攻击，而是背着重尺从窗外一跃而下，快速朝城外逃去。茶楼里的人已经全都四散而逃了，独留江北老魔和陈凡一行人。你不跑吗？陈凡看了眼江北饮茶，端起茶杯轻抿一口，随意道：“你都不跑，我跑什么？”江北老魔将公羊月护在身后，面色极其难看的一字一句道：“你既然敢来江北陈家，肯定也料到了这一刻吧？”没有。陈凡摇了摇头，坦率道：“我还真没想到，这老家伙在下一步这么狠的棋，倒是好手段。”娘！江北陈家内，满脸惊恐的陈全冲到美艳女子身边，眼中满是恐惧的颤声道：“城内亮起好多猩红光柱，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陈凡来了？”不是。美艳女子面色难看，再无往日的姣好，咬牙一字一句道：“是那老家伙这些年布的阵，他要献祭满城生灵，这家伙是疯了吗？父亲布的阵。”陈全闻言微微一愣，突然松了口气：“那应该不会波及到我们吧？”美艳女子眉头皱起，良久后突然松了口气：“好像也是哦。目前来看，老宅内并没有亮起猩红光柱，后悔了吗？”茶楼内，陈家主满脸癫狂地望向陈凡：“已经晚了，万灵化血阵已成，任何人都逃不出去。”就在这时，窗外已经遍布半个城的猩红光柱突然不再继续升起，像是遇到什么阻力了一样，原先升起的猩红光柱也在不断逝去，而陈家主身上的红色光膜也在快速消散。怎么可能？陈家主愣在原地，半晌后才反应过来，有些发狂的歇斯底里道：“我明明昨夜亲自检查了一遍，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可能？”随后才像是有些崩溃一般冲向陈凡，却被瘸猴一毛抽飞。诺！陈凡扫了眼被抽飞的陈家主，望向江北老魔：“我听公羊月叫你老魔，想必杀了不少人，帮我杀了他，你确定？”“确定。”“好。”江北老魔眼中闪过一丝欣赏，头也没回，只见一道剑气激射而出，精准命中陈家主的后心，血液激射而出。只见陈家主趴在原地挣扎了几下后就没了气息。陈凡却表情怪异地对着江北老魔说道：“看起来你不会杀人。”“我不会杀人。”江北老魔有些不服，忍不住反驳道：“我都没回头，就精准找到他的后心，你说我不会杀人，万一他服了假死丹呢？”江北老魔沉默了半晌后点了点头：“你想的比我周到。”又是数十道剑气激射而出，陈家主尸体上堆满了血窟窿，这回假死丹也不行了。见状，陈凡起身伸了个懒腰后，带着瘸猴朝楼梯口走去，笑着道：“我得去买点东西，就不陪你继续喝茶了，以后有缘再见。”“好。”江北老魔面色欣赏地望向陈凡：“我可以跟你透露下我的身世，我和你一样曾经弑父，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可能还有一点难受，不过以后你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可以帮你。我们不一样，我可没弑父，别瞎说，那不是你杀的吗？你是第一个杀我爹的人，所以你最近如果没事的话，可以来樊玉教下我的手下如何更快修炼了，就当做赔罪了。别用那种表情看我，我会付你丰厚报酬的。哦，对了，如果可以的话，江北陈家老宅的建筑很快就会失效倒塌，你帮我守住这里，别让人跑了。大家都是朋友，你肯定会帮我的吧？”江北老魔沉默许久后才咬牙道：“好。”呼！陈凡从茶楼后门走出，来到停在箱子里的95龙辇，感慨道：“手里有个高级修行者，这般起事来就是方便啊。”他专门去茶楼里找到江北老魔，毕竟江北陈家的修行者不少，他打不过啊。天地棋盘倒是能打过，但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纯浪费。瘸猴啊！陈凡拍了拍瘸猴的肩膀：“樊玉拥有其他势力都没有的运灵阁，接下来还有不少鬼石给你们修炼，你们要尽快提升自己修为，免得我出门办事还要让别人帮忙，这样很麻烦的。听见没有？”“明白。”瘸猴面色严肃地应下，内心也升起一股紧迫之感。时间流逝，江北陈家老宅外的城墙正在不断倒塌，而所有企图逃离的人都被江北老魔剑气刺穿双腿，钉在地面动弹不得。另外一边，王家主在江北城替陈凡找到了40-50号人加入樊玉。一个时辰后，陈凡带着瘸猴几人走出桂花楼，瘸猴几人脸上满是春光，他看了眼守在楼外的王家主，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朝江北陈家方向走去。收拾完江北陈家就准备回家了。就在这时，陈玉主直接接到镜头，一个身穿短衣男子带着一堆人浩浩荡荡朝他走来。野狼帮祁崇凑到陈凡耳边小声道：“这伙人是江北城野狼帮的，我以前在野狼帮手里做事。”很快，短衣男子走到陈凡面前，二话不说直接下跪，脑袋重重埋在地面。久闻陈玉主大名，小人是江北城野狼帮帮主。野狼帮在雨季里为守城近乎耗尽所有底蕴，本想弄个商会混点饭吃，但江东江西江南3地迎来雨季，商路被阻断，如今帮派内已经不够给兄弟们发工钱，这帮兄弟跟了我这么久，我想为他们谋个前程。玉主王家主快速在陈凡耳边解释着来龙去脉，半晌后，陈凡才轻点了下头，望向跪在地面上的野狼帮帮主：“都起来吧，今夜回去都收拾下行李，有家人的都带上家人，一起去无名山，我要在无名山打造一座新城。”江北陈家一众陈家族人纷纷被剑气钉在地面上，青袍男人双臂抱怀，显得极其冷漠，站在原地。少爷来了！就在这时，人群中不知是谁开口吼了一声，四周看热闹的路人急忙散去。陈凡带着一众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辛苦了。”陈凡看了眼面前被钉在地面上的一众陈家族人，又望向江北老魔，笑着道：“江北老魔轻哼了一声，没有讲话。陈凡在人群中扫了一眼，最后视线停留在陈全身上，蹲在其面前，满脸感慨地笑了起来：“陈全，还记得我不？”
你不能杀我，不能杀我！此时陈全眼里完全没有以往的狂傲，只是身子不断发颤的高吼道：“我娘有大背景，你不能杀我，否则会引来天大报复的。”陈凡眉头微微皱起，望向陈全裤裆下涌出的淡黄液体，只觉得有些扫兴，起身扫了一圈，又望向被钉在地面上的那个美艳女子，走上前，蹲下身子，轻抚着这个在他手掌下浑身发颤的美妇。我该叫你一声娘，还是于宁儿呢？凡儿。于宁儿趴伏在冰冷的地面上，身躯因极致的恐惧而微微痉挛。我是你小妈啊，可以留我一命吗？往日我也没有针对你，都是陈全针对你的，你杀他就行了。娘！被剑气钉在一旁的陈全有些难以置信的抬头望向娘亲，整个眼里满是绝望，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有些恍惚的跌在地面上。他本以为自己爹是未知的，现在看来连娘也是未知的，这真是他娘吗？哪个娘亲能说出这种话来？陈凡面色有些古怪的望向趴在地面上的于宁儿，又看了眼失魂落魄的陈全，他真是你儿子的，可验血。趴在地面上，于宁儿有些焦急的不断开口解释，这个不着急。他又揪了揪于宁儿的耳垂，将其脸颊抬起，面色认真的询问道：“你儿子说你后面有大背景，我挺好奇的，说说是什么大背景？我这个人很胆小的，咱们之间又没什么太大恩怨，万一背景真的很大，说不定我就放过你们了。以及你们既然有这么大的背景，这些年待在江北陈家所图为何呢？”我趴在地面上的他，声音不再是酥软入骨的调子，而是断断续续、气若游丝的呜咽与哀求，身子发颤道：“不能说，主子专门嘱咐过，一定不能暴露我们来自于屠仙圣地。”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趴在地上的于宁儿。屠仙圣地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狠调的势力，你听过吗？他抬头望向站在一旁的江北老魔和公羊一族的人，没有。江北老魔皱眉思索了一会儿后才摇头。陈凡思索了一会儿后才咂舌道：“我以为像你们口中的大势力，会在你说出势力机密的一瞬间，就瞬间炸体而亡呢。”趴在地上的于宁儿挤出一丝有些难看的笑容，尽可能让自己表现得足够乖巧，只要能暂时逃过这一劫，他有数种手段可以逃离。说说你们潜伏江北陈家为何？陈凡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于宁儿几乎没有丝毫停留，根本不给陈凡的反应机会，便一股脑的脱口而出：“无名山是那位的故居，那位在无名山部下求天。”声音戛然而止，砰！陈凡将女人的脑袋重重踩在地底，使其无法张嘴讲话，转身望向江北老魔，而江北老魔等一众人也识趣的退到远处，只是内心却翻江倒海。虽然他们只听到了一半，但无名山好像有大秘密。故意的，陈凡蹲下身子，揪起女人头发，面色平静道：“你要不要喊得再大声一点？”女人身子发颤，避开陈凡的眼神，她确实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将场面搅浑，这样自己才有逃脱的可能。那位在无名山布下了求天大阵，养育了一株极其珍贵的天才地宝的雪莲花，需100年才可成熟。还有山胎，你知道血祭大阵吗？就是鬼王突破的那个，其中阵法核心材料就是山骸胎，山胎比山骸胎更加珍贵，而且在天坑底部还有一宝。主子推测那位用锤子将一座山砸出天坑，那在天坑底部山体会极其坚固，大量山体被挤压，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许会形成天才地宝地精。按照时间推测，雪莲花今年雨季过后便会彻底成熟，那个大阵寻常人等无法进入。我有特殊办法，只要你放我可以带你进入求天大阵，东西都归你，我只需要一条命。没了？陈凡偏头询问。没了？真没了？陈凡捡起旁边地面上陈家族人跌落的一柄长剑，没有停留，直直刺向于宁儿，望向其眼里渐渐浮现出来的怨毒和快速散去的生机，才起身拍了拍手，呢喃道：“心眼还挺多。”娘！趴在一旁的陈全看见这一幕，也从失魂落魄中回过神来，撕心裂肺的扯着嗓子哭嚎道：“陈凡，你不得好死！你杀你小妈，说什么呢？”陈凡偏头看了眼陈全，没等陈全再次回话，长剑再次送出。至此，江北陈家核心血脉差不多死了个干净。绝喉！陈凡起身扫了一圈趴在地面上的陈家族人，找到以前欺负你的那些恶奴，还有欺负过我的，全杀了。好嘞！绝喉咧嘴笑了起来，一瘸一跛的朝早就看见的一个壮汉走去，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将手里的式神长矛重重插在地上。还记得你瘸爷吗？江北陈家刘供奉。陈凡面色感慨地走到一个中年男人面前，你应该是这里最有价值的一个人了吧？被钉在地面上的中年男人如小鸡啄米一般不断点头，眼眶中压抑不住的恐惧让他声音发颤。我拥有很多建筑的传承知识，我曾经打造出2个质变。话音未落，长剑再次刺出。2个质变有什么好骄傲的吗？他抽出长剑摇了摇头，继续朝其他人走去。江北陈家老宅前聚满了一堆吃瓜的路人，此时出城而归的齐峰等人也已归来，站在人群中，面色复杂的望向陈凡，在人群中如阎王点卯般不断诛杀一个个被钉在地面上的人。陈凡的清算还是太彻底了。跟在齐峰身旁的徐老压低声音道：“这次清算不仅仅是复仇，更是一个表态，哪怕是自家人冒犯他的也得被钉死在这里，而且少了很多隐患，再不会出现被胁迫的事情发生，比如有家人被挟持，以此作为突破口等。还有你。”陈凡拎着沾血长剑走到一个白衣男人面前，随意道：“上路前要放几句狠话吗？比如做鬼也不会放过我之类的。我不是屠仙圣地的。”趴在地面上的白衣男人语速极快，仿佛生怕下一秒就被钉死在这里。我是屠仙圣地的囚徒，被抽走一魄，囚禁在于宁儿手里的魂牌，凭借此牌可控我生死。牌碎人亡，于宁儿已死，命牌碎裂，屠仙圣地肯定已经知晓，我并没有屠仙圣地的命牌。他白衣男人快速指向一旁趴在地面上的乞丐，他是屠仙圣地的。雨季里有一夜肉虫鬼潮突然涌向你们无名山，就是他做的。他是特殊修行者风行者，拥有刮起大风的能力。我擅长前行。
暗杀。打探情报，樊玉如今刚崛起，肯定没有相关人手，收下我可以为你打造一批负责前行暗杀的手下。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已经举在空中的长剑迟迟没有刺下。前行、暗杀、打探情报这3个字几乎说在他心坎上了，对他的诱惑简直太足了。如果樊玉能拥有一批负责前行、暗杀、打探情报的人手，那副场景仅是想想就觉得美好。决定一个势力手能伸多远，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批人的付出。他比其他势力强一点，他有95龙辇，但他也不可能天天驾驶着95龙辇在外溜达，大部分时候还是得待在自己的大本营。更何况95龙辇使用一次的成本也太高了。他放下手中长剑，大步走至于宁儿尸体旁，上下摸索了一会儿后，确实从肚兜口袋里掏出一枚刻有魂字的令牌，背面隐隐浮现着白衣男人的面容，有面板、异宝名称、魂牌、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可囚禁他人一破，牌碎人亡。目前已经囚禁一破。来源少秋，你叫少秋。他将魂牌揣在怀里，走到白衣男人面前，轻声询问道：“是。”少秋深吸了一口气，再次为自己加筹码。我被屠仙圣地囚禁，肯定和屠仙圣地有仇。我可以给你带来其他区域的信息，这样樊玉以后前往其他区域也不会一头雾水。我还有关于前行、暗杀的秘传武技，只要给我一定时间，我一定让樊玉的暗杀分布名满天下。陈凡停顿了一下后，突然笑了起来，起身将白衣男子扶了起来。快起来，天气凉，别趴太久，容易染风寒。回去后我们细谈。紧接着，屠刀很快来到陈家长老脑袋上，几个趴在地面上的长老也纷纷颤声求饶道：“少爷，少爷，我们一直是归心于你的。老爷在雨季让我们假扮野狼帮的人，去接收那些百姓商人献上来的鬼石异宝，我们将部分藏了起来，就在江北城西边的仓库里，就是为了少爷你准备的。我们一直是心向于你的。”陈凡轻点了下头，笑着望向众人。那你们就不用死了。周末你带人去江北陈家抄家，剩下的人跟着这几个长老去将藏匿的鬼石带走，然后一起回樊玉。我不是嗜杀之人，我记得往日几位长老并未针对我，那就跟着一起走吧。该死的人都杀完了，这件事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天色渐黑，一切家当都已收拾完毕。9匹烈焰龙马牵引着龙辇，沿着街道缓缓朝城外驶去。离开城门时，天都快黑了。此时，黑暗如云从远处袭来，快速笼罩天地。95龙辇再次疾驰在黑暗中，载着满车人和货，快速朝无名山驶去。人群中，站在城门口的江北老魔望向身后的公羊一月，轻声道：“你是守夜人？我记得守夜人有一个特殊能力，是可以听见万米远的声音，虽然是时而听见，时而听不见。你刚才听到无名山的状况了吗？”“没有。”公羊一月缓缓摇头。守夜人之间会排斥，陈凡身边同样有守夜人，我听不见那片区域的声音。你要将这个消息在雨季结束后上报给公羊一族吗？肯定。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尽量不要外传，我不想看见公羊一族和丹宗一样被屠了，那是家主定夺的事情。公羊一月摇了摇头。我没有决策权，但我相信家主不会得罪樊玉，更不会外传这个消息。无名山，今夜的无名山极其热闹，所有人被安顿在洞穴外的地面上，临时打造了几个木屋，全部打地铺。今夜先在这里将就一晚，明日再具体安顿，并清点人数，安排合适岗位。这次他们采购了不少东西。陈凡走进1号洞穴，望向5级的生活工坊，消耗了2000枚鬼石，升至6级生活工坊，又消耗了5000枚鬼石，升至7级生活工坊。生活工坊每次升级，已经在无升级方向可选，只不过每次升级都有新的可打造物品。这次一口气升了2级，共多出了4件可打造的特殊生活物品。而7级生活工坊已经可以用它这些日子获得一件绿色品级异宝云朵布匹来制造长袍了。打造出来的长袍拥有1级城墙的防御效果，很强。小秋今晚很忙，需要给每个人量身高体型，然后为每个人打造出一身合身的樊玉制式长袍。今夜带回来的主要是丘贺王家的人，还有江北陈家的部分人。野狼帮还留在江北城，明日才来说说。升级完工坊后，陈凡便第一时间将少秋邀请至1号洞穴，这是这些日子来唯一一个踏入1号洞穴的外人。刚踏入洞穴，少秋的视线几乎瞬间便停留在了洞穴深处的一个建筑运灵阁。透过敞开的大门，能清楚看见内部墨玉石地板，天花板上镶嵌着无数枚散发着幽蓝光芒的钟乳石，而这些钟乳石正洒下冰冷蓝光，在地面上形成充满神秘的阵法，一眼望去宛如仙界。这是运灵阁。走进洞穴内的少秋有些难以置信的颤声道：“屠仙圣地这样的大势力，需要耗费巨大代价才有的运灵阁，樊玉竟然也有。”陈凡端起茶杯，轻笑着，没有讲话。良久之后，少秋才深吸了一口气，缓过神来，跪在陈凡面前，声音沙哑道：“如果玉主愿意信任我，我一定会为樊玉打造出闻名天下的刺客分部。”陈凡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随后从怀里掏出那个魂牌，扔在少秋怀里：“这一破还你了。明日等野狼帮的人到齐后，你挑出10个人，组建暗阁，负责樊玉的暗杀、前行、打探情报。1月后，樊玉将会邀请众多势力来参加拍卖会，我希望在那时能看见一点成效。这期间内，运灵阁无限制为暗阁供应，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能满足的尽量满足。是。少秋低头有些难以置信地望向手里的魂魄，又抬头看了眼近在咫尺的陈凡，有些不敢相信这个制约他性命的手段，此时竟然在他手里。他这些年从未想过杀于宁儿，就是因为他哪怕杀人再快，对方只需要脑海里念头一动，他就死了。他动作再快也没意念的速度快。要知道此时陈凡就在自己面前，一个建筑师，自身并没有太强实力，只要他愿意，
他现在甚至可以瞬间杀死陈凡，然后带着魂牌远离此地，彻底自由。但他深吸一口气，再次双膝跪地，这次是真的有点被触动了，这是他从未体会过的信任。额头紧贴地面，沙哑道：“狱主，你放心，我肯定会倾尽全力，让樊玉暗格名满天下。下去休息吧。”陈凡将翡翠手杖牢牢抱在怀里，云淡风轻的轻笑着。我也希望看到那一天。是。少秋起身重重点头，正要退下时，突然转身迟疑道：“狱主，你就不担心我刚才突然抱起杀死你？如此近的距离，想杀我的人很多。”陈凡同样起身，拄着手杖朝自己屋子走去，头也不回的随意道：“但我至今还活着，他们却都死了。让瘸侯今晚带你大概了解下凡狱，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少秋望向陈凡的背影，久久不语。陈凡和他同样是年轻人，但陈凡所展示的魄力和自信，却让他自愧不如。下一刻，他捏碎了手里的魂牌，魂魄回归。少秋缓缓闭上双眼，被压抑的修为开始快速增长，最后停留在9级巅峰，差一步突破至武王。10级修行者便是武王，真变态啊！回到屋子内的陈凡躺在床上，望向天花板呢喃着：“这个世界上天才真多啊！”随后也没再说什么。忙碌一天了，他也有些累了。江北城的事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准备将樊玉的基础建筑完善起来，并为1月后的拍卖会做准备了。很快天亮了，无名山一众人在外忙活着，而陈凡则是召集了瘸侯众人坐在城墙上，开始商讨营地后续的规划。目前樊玉接收丘贺王家42人，其中妇女12人，这些都是王秋豪的亲人，同样属于樊玉正式成员，负责后勤。陈凡将3个妇女安排在小丘的生活工房后，成立白骨阁，让奇虫和阿乐负责微微的投喂和百草园的种植。紧接着还有天仓阁，负责樊玉的仓储管理，异宝、天才地宝、鬼石、武技、古籍等全都保管在天仓阁，我们不分灵宝阁和藏书阁什么的，全都放在一起。第一任阁主王奎，还有商阁王麻子，你担任第一任阁主，这次拍卖会就由你全权负责。雨季结束后，你需尽快组建出一批商队，沿路建造站点，并打通和其他势力的生意脉络。战阁周末你担任阁主，大鱼担任副阁主，负责樊玉平日的营地安危和城池内的安全以及外出行动，你们需要尽快提升修为。行阁瘸侯你担任阁主，负责对内监督，拥有监督所有阁主的权利，并对违反樊玉规矩的人进行审判，维护樊玉规矩，并负责审讯等。暗阁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从怀里掏出一枚令牌，望向满脸郑重坐在一旁的少秋，负责樊玉的对外暗杀、打探情报。你需尽快组建好属于樊玉的情报网络，包括尽快拥有执行刺杀的能力。不要让我失望。制定好规矩后，整个无名山便热闹起来，就连一开始有些社恐躲起来的魏魏，此时也凑出来，趴在城墙外，尾巴不断的拍打着地面，显得有些兴奋。只有陈凡一人，此时正在屋内睡回笼觉，睡得正香，好似做了一个什么美梦般。这些日子累死他了，他得好好睡一觉，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瘸侯他们慢慢去处理吧。陈凡在瘸侯的陪同下，骑着骷髅马驶出峡谷，站在峡谷入口远眺海边，思索着接下来的规划。万里无云，太阳洒在身上暖洋洋的，驱散了不少寒意。而在天边其他3处，则是布满黑云，那是江南、江西、江东3地的雨季。峡谷入口距离海岸线约1000米远，他打算无名山左侧打造一座新城。盘算了一会儿后，他很快选定了新址，就是这新城建多大的是个问题，哪怕等级最低的1级城墙，1米也需10枚鬼石，1000米那就是1万枚鬼石。造个4面均1000米的城池，需要消耗4万枚鬼石来造城墙，消耗极大不说，造出来也是个小城。与其说是城池，更像一个大点的站点。此处并非天然鬼火区，每日鬼火也需消耗鬼石。陈凡坐在骷髅马上，远眺海边，沉默着没有讲话。运灵阁的升级需要海苔，顾名思义肯定在海里获取。如今江北雨季已过，大海风平浪静，可以开始探索了。找几个水性好的人，看能不能潜入海底，找到些什么。就这里吧。陈凡指着无名山左侧那片空地轻声道：“先造个小城暂且用着，让小丘带回来的那些工人可以在此动工了。缺什么材料，山上都是，就地取材就行。”明白。很快，4堵1000米长的1级围墙建筑虚影缓缓浮现在空地上，伴随着4万枚鬼石碎裂并涌入建筑虚影，城墙很快凝实，四面城墙围出了一个空地。陈凡登墙，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形卡，这是他这些日子获取异宝中的几个。异宝名称：平地地形卡。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可将一块长宽个1000米的土地改造成平地。下一刻，地形卡碎裂，城内原本干裂的荒地开始被快速改造。当树隙后，一眼望去，地势平坦，不见裂隙，有点意思。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轻声道：“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地形卡这种异宝，确实有些神奇。一个势力底蕴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储备的异宝有多少，在关键时刻有一锤定音的效果。”紧接着，他站在城墙上，沿直线打造木屋，1000个木屋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城池内，都是最低级的1级木屋，只需2枚鬼石，总共也只消耗了2000枚鬼石。除此之外，还预留了一些空位安置其他特殊功能建筑，比如留有一片空地当作交易区，还有部分区域要修客栈之类的。眨眼间，这座城池已然有了雏形。陈凡站在城墙上望向这一幕，不由笑了起来。这城池比他想的要大很多。他本以为1000米长的城池不会太大，现在看起来面积并不小，安置了1000个木屋，空间都绰绰有余，还剩下不少空间可以用来安置农田、养殖场等。目前樊玉没有那么多人，这些木屋主要是为一些樊玉基层人员居住，比如新招的这批人，又比如从其他城池搬到这里的凡人等等，差不多搞定了。陈凡走下城墙，可以让工人进场修建基础建筑，动作快点，1月后要完工。打造一座城池可不是仅仅有城墙和木屋就行了，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街道、
排污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通过生活工坊打造出来，然后交给工人去修缮安置，是个麻烦工程。至于铺地的东西倒是不缺，当时丹宗地面上铺着的浴室他们挖出来了好多带走，还有其他基础设施都是从丹宗挖出来的。他又消耗了463枚鬼石，打造一座5级鬼火，安置在城市中央，刚好覆盖整个城池和城池范围，自动贴合修正，连夜赶工。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再次沿着峡谷回到天坑内，以后峡谷内就是梵域的核心区域，其他势力来往商会都将在刚才打造出的那座城池落脚。他要将这里打造成一个经济中心，借助大批商队将他物美价廉的商品倾销至江南乃至更远的地方。光靠王麻子的商会为他赚钱太慢了，适当的让利可以让更多商会心甘情愿的为他赚钱。1月雨季结束之后，通过梵域的名声和早已对外宣传的拍卖会，以及他故意放出来的自己是高级建筑师的噱头，这3点引来大量势力参加他的拍卖会，然后再将自己物美价廉的商品展览出来。接下来这些势力自己就会派出商会来次采购，再卖去更远的地方。他相当于瞬间拥有了这些势力多年打造的商路。至于王麻子，只需要去卖那些价值高的商品就行了，比如骷髅马，江南一匹售价3000枚鬼石，主要来源于2家势力。他不清楚是这2家势力联手好了定的价格，还是因为打造成本确实要更高，但不重要。他打造一匹骷髅马仅需100枚鬼石的成本，一来一回就是2900枚鬼石的差价。他以1500枚鬼石的价格卖给其他势力，由其他势力倾销给江南乃至更远的地方。他只赚1400枚鬼石就够了，他比较知足，不贪心，剩下的都是这些势力的利润。只要卖上个1000匹，那就是140万枚鬼石的利润。以江南那么多势力，吃下1000匹骷髅马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么多鬼石给他，他能将整个江北打造成鬼物禁区。更何况除了骷髅马，他还有很多物美价廉的宝贝啊。当时灭丹宗并没有缴获太多鬼石，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势力的资产流动资金占比肯定不会太多，药材、丹药、武器这些有的是不打算变现，有的是不好变现，再加上丹宗在其他城市的铺子他也都没去，导致他收获不算太多。但如果这个计划成了，那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鬼石从四周涌向江北。他给这个计划名为丝绸之路。嘿嘿，想到这里，拄着手杖站在原地的陈凡望向远处的岩壁，不由走神，嘿嘿笑了起来。他已经想象到自己鬼石花都花不完，将整个江北都围起来，他开开心心的待在江北数鬼石的画面了，想想就令人开心。狱主，狱主！就在这时，耳边响起瘸喉的轻呼声，反应过来的陈凡望向站在自己身后的周末一众人，以及站在面前空地上的数百号人，才回过神来。人选已经挑选完毕，每个人都有了自己合适的位置，轮到他该发表讲话了。可回过神来的陈凡站在原地，拄着翡翠手杖望向面前一行人，轻声道：今日是诸位正式加入梵域的第一天，梵域是个新兴势力，很多章程尚未定下，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梵域日后必定称霸江北乃至江南。只要诸位认真做事，梵域定然也不会亏待诸位。接下来找到你们各自的阁主，由你们各自阁主为你安排任务。就这样散了。他简单说了2句，也就没再说什么，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各个阁主了。不过这几天他发现了一点，那就是这个世界确实个草台班子。小邱以前就是一个站长随从，说句不好听点，上不了台面，但当上后勤阁阁主后，看起来也有模有样的，这让他隐隐觉得，一个人只要坐在某个位置上，就会自动变得看起来像本该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难度就在于要如何坐在这个位置上，或者说不是因为能力出众才坐在这个位置上，而是有点像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后才能力出众。他摇了摇头，将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散去后，才走至魏魏身旁，轻拍了下魏魏脑袋，指向天坑中心比划道：这里地底下可能会有地精，就是一种看起来黑金色、极其坚固的天才地宝，你能不能帮我挖出来？魏魏认真盯着陈凡比划动作，思索了一下后，才重重点头，一股脑的爬到天坑中央开始挖掘起来。此处地底极硬，用炮塔都难以轰出一个坑洞来，但其坚硬的地面在魏魏的前爪下却被轻易破开。当日从小妈嘴里得知，那位用锤子将一座山砸出天坑，大量山体被挤压。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许会形成天才地宝地精，他不知道地精是什么，但知道是好宝贝，那肯定得挖出来。少爷！就在这时，瘸猴一瘸一跛的走过来，站在陈凡身边，突然有些感慨道：新加入梵域的暗阁阁主少秋，也是个从幼无父无母的孤儿。以前我总说咱们这帮人基本都无父无母，就少爷你一个人有父亲，但今天过后，少爷你也无父无母，沦为孤儿了。陈凡面无表情的偏头望向瘸猴：你嘴里没屁放了，没话就不要硬搭话。没有。瘸猴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缩了下脑袋小声道：我其实是想说，我们彼此都是各自的家人，想表达下温馨之类的感觉。挖掘工程还在继续，陈凡也不急，索性就搬了个桌椅，坐在一旁悠哉晒着太阳，顺便监工。1个时辰后，地底微微震动，魏魏从坑洞里钻了出来，冲到他的面前，张开血盆大嘴，紧接着一大堆黑色的金子落在地面上，堆起一座小山。陈凡微微一愣，捏起一块放在手心里观察着。异宝名称：地精，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一种特殊的天才地宝，可炼器。质疑 PS。想要以地精炼器，需要至少7级炼器师才能成功锻造。陈凡陷入沉默，梵域没有炼器师啊，先入库再说。随后陈凡才坐在椅子上轻叹了一口气，这打造一个势力是真不容易啊，去哪找个炼器师加入梵域呢？第2日，一个男人跑到正在营地内忙碌中的陈凡身边，恭敬道：狱主，一个自称齐越的男人在谷外求见。陈凡闻言放下手里的锤子，快请来。没多久，陈凡走出营地，大步迎了上去，笑着道：齐前辈，此趟前来何事？教你的人练剑。齐越如一棵松树般站在原地，面色认真道：
2个月后，我要去杀一批人，可能会死。在这2个月内，我会将我的毕生所学交给你的人。只是我放心不下公羊月，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以此换来你对公羊一族的些许照顾。此趟齐月前来，身旁并未跟着形影不离的公羊月和公羊一月，只身前来，我的人不用剑，用刀也行，差不多都一样。错，陈凡确实希望齐月可以来教自己的人，但他更想要齐月这个人。目前凡域内还没有一个像齐月这么高修为的人。他将齐月带到天坑地面上的木屋内，亲自给齐月沏了一杯茶后，才望向齐月轻声道：“我刚接手江北陈家37号站点的时候，是你告诉我了关于如何在荒原更好生存下去的信息。对于这点，我一直心存感激。如果你觉得你想杀的这批人过于棘手，交给凡域，凡域来杀。”齐月沉默了许久后，才摇了摇头，有些自嘲道：“这人你们凡域杀不了，只能我来杀。你小瞧凡域了，我自然知道凡域的实力，只是你们看不见他，只有我能看见他，会隐身。”齐月摇了摇头，没有就此多说，只是眼中浮出一丝淡淡死意。陈凡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也没有多问，而是换了个话题：“那你喜欢公羊月吗？”“不喜欢，不喜欢。你还一直带着他，是他缠着我的。没好感，有好感，他是为数不多对我好的人。”则陈凡咂舌着起身望向齐月，笑了起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我也就不干扰你了。接下来这2月麻烦你了，我的人在那边，有什么需求你尽管提。他指向屋外不远处的周末一行人。在齐月离去后，屋内阴影才缓缓浮现出一人，正是身穿白衣的少秋。不错嘛。陈凡望向从角落里走出来的少秋，轻笑着，他好像完全没有察觉到。自然，少秋眼中闪过一丝得意。那一丝魂魄回归后，我的修为差一步变到武王，和他同修为，他自然发现不了我。但随后又有些不服道，但他太傲了，江北就没有我杀不了的人，他能杀的人，我少秋能杀；他杀不了的人，我少秋亦能杀。你还真杀不了。他从桌子下面抽出记载着江北老魔和齐月情报的竹简，再次翻阅了一番后，才靠在椅背上轻声道：“他想杀的最后一个人是他自己，他想杀死从前那个懦弱的自己。他一直隐姓埋名，不是为了怕寻仇，单纯接受不了自己的过去。任何人都帮不了他，这个人只能他自己杀。我能杀。”少秋认真思索了一会如后，斩钉截铁道：“如今我实力已恢复，有5成把握杀他。若有地精打造的专武，7成把握；若有地精打造的夜行衣，10成把握。3息之内，我必杀他。”陈凡有些无语的抬头看了眼少秋。你能不能不要一直杀的？他是想了断余生，不是你说的那个杀。他想自己杀死自己，杀死那个拥有屈辱过去的自己，是一个比较凄惨的故事。你能理解吗？我知道狱主。少秋低头讪讪道：“我就是觉得他说话太狂了。什么叫无人能杀，我就能杀？他要不信，我就杀给他看。”哎，陈凡长叹了一口气，没再讲话。他算是看出来，少秋这个人是真的热爱这一行。别说有酬劳了，哪怕没酬劳，只要有人说出江北无人能杀我，少秋就屁颠屁颠的拎着匕首过去了。不为别的，就为了证明江北有人能杀你。这得多纯粹的热爱啊！下去吧，没事了。那还要杀他吗？不杀。明白。狱主什么时候下达第一个刺杀任务？至少等雨季过去吧。你现在杀谁去呢？江南商会的会长。滚去运灵阁训你的人去。是。天坑。周末面色认真的站在齐月身旁聆听教诲。齐月细细感应着周末的修为，眉头突然皱起。你的修为上涨速度有点不正常的快，已经快4级修行者了。你声音戛然而止，他瞬间反应过来，望向不远处的1号洞穴，眼底闪过一丝了然，应该是有练功房的缘故。看来樊玉也有练功房，虽然只是新崛起的势力，但这底蕴却一点不弱。只是就算练功房，修为上涨速度能这么快吗？这对路吗？周末站在原地也不知该如何解释。怎么说？运灵阁全天12个时辰不限时开启，再加上给修为丹当糖豆吃，这些是能讲的吗？你没修魔吧？齐月面色有些严肃的沙哑道：修魔，修魔能更快。齐月望向有些蠢蠢欲动乃至跃跃欲试的周末，面无表情开口道：修魔死得快，也死得早。我先得讲述一遍我对于剑的理解。虽然你是用刀的，但世间兵器无二样，总是有相同之处。太阳下，周末默默聆听着，并耐心细心学习。时间一点点流逝，眨眼间来到了1月后，江南、江西、江东3地的雨季即将结束，而后天也是樊玉早已拟定好樊玉方式开启的日子，拍卖会也会这期间开始。届时各个势力都会来到樊玉，他早向外放出口风了。拍品都准备好了没？陈凡来到仓库，望向在仓库内忙活着的王奎，上次从江北陈家带回来了不少鬼石，足7万枚，这数量可是比丘贺王家近乎多出1倍来了。不得不说，江北陈家还是更富有一点，也带出来几个异宝，不过都不是太值钱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王奎从仓库里钻出来，抹去额头上的汗水，喘气道：这次拍卖会的拍品总共分为3档，第1档就是热场子用的，准备的都是狱主你挑选出来的绿色异宝，有未开包的，也有已开包的。第2档就要更上一档，比如从丹宗带来的那个黄色品级的丹炉和其他一些价值较高的。第3档也就是压轴产品，我们准备了一件，是樊玉为其他势力打造3级城墙的资格，保证清一色纹路，每1米只需2000枚鬼石。陈凡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些日子据他的了解，天下阁这个由建筑师组成的势力，一大部分收益来源就是为其他势力打造建筑，但这个世界上的建筑师打造建筑比他的
的花费要高得多。他打造1米3级城墙，成本只需560枚鬼石，其余建筑师打造1米3级城墙，成本需要1500枚鬼石，纹路还是随机的。他还可以保证完全清一色。这个拍品一出，竞争力足够，不错，都准备。方式马上就要开启了，明白。随后陈凡继续在仓库里巡视着，这些日子没花什么鬼石，这里依旧还堆积着10几万枚鬼石，仅仅只是看着，人心里就觉得舒服。除此之外，还有雨季里攒下来的铜管，全都堆在仓库里，还有10几万米的铜管可以用。拍卖会只是噱头，方式开启才是真正赚钱的手段。雨季结束，时间来到2天后，各大势力纷纷派人前往繁域。留在江北城这些日子前去平城捡尸的齐峰等人，也和药王谷派来人的会合，一同前往繁域。无名山旁，一座崭新平地而起的城池出现在沿海边，城门上刻有“凡城”2字，真是气派啊！药王谷少主齐峰作为第一个抵达这里的势力，望向面前的城门和摆放在城门口的2座玉狮子，以及铺设在地面上的石玉和街道两侧的挂饰，恍惚许久后才呢喃着。就是总感觉有些眼熟，很多记忆点，比如那玉狮子正是丹宗的齐谷主、少谷主。守在城门口的陈凡已经迎了上来，双手抱拳，乐呵呵道：“请，里面请。今日是繁域方氏第1日开业的日子，感谢诸位来捧场。哪里话，哪里话。”药王谷的齐谷主满脸堆笑的同样迎了上去。我可是对那批丹宗的好东西眼馋许久了，说出来也不怕陈玉主你笑话。这次方式我可能就捧不了场，我得将全部资金用来购买那尊黄色品级的炼丹炉。没事儿，没事儿，进去随便看看。陈凡也没在意，只是乐呵呵的笑着，眼里的笑意都快压不住了。不想买，他得让这个世界知道一下什么叫做物美价廉。就在这时，又有一支势力大车小车的赶来，齐谷主急忙开口：“陈玉主，那我们就先不叨扰你了，先进去了。去吧去吧，记住了。”齐谷主带着齐峰走入樊城，面色认真的沉声道：“据我得到消息，江西的红丹坊此次也来了，目标和我们一样，都是那尊丹炉。陈玉主肯定会在方室里摆不少好东西，但是我们一个都不能买，全部资金都得拿来买丹炉，明白？”齐峰同样点头，他自然清楚一尊黄色品级的丹炉对于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如虎添翼，可以炼制出更高品级的丹药，赚取更多的鬼石。踏入樊城之后，映入眼帘的没有商铺，清一色坐在街道两侧的摊贩，足足数百米长，每个摊贩都满脸笑容地望向他们一行人，摊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下一刻，父亲齐峰有些迟疑地指向第一个摊贩：“这个要不买点？”只见这个摊贩面前摆着2座未点燃的鬼火，旁边还竖立着一个牌子：1级鬼火，售价5枚鬼石，更高级的鬼火请私聊。原本打算先去客栈的齐谷主望向这一幕，也不由微微愣在原地。5枚鬼石的1级鬼火，目前普遍一座1级鬼火的价格在50-60枚鬼石左右。哪怕他知道隐情，知道打造鬼火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材料，只需一把枯草就行，但也需要10枚鬼石的成本价，而这里售价5枚鬼石，比成本价都低。他突然感觉自己有点走不动路了，这都是白捡的钱啊！只要买上一批，带回江南那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但他望向这条街道尽头的客栈，深吸了一口气，不买，鬼火负重太大了，带回江南赚不了多少。所有钱买丹炉。这个城池设计得很诡异，走进城门只有这一条路，没有任何岔路，要想前去客栈等其他区域，都必须先走过这条路。至于这么便宜的原因，无非2点，要不就是繁域拥有打造鬼火消耗大幅减少的稀有质变升级方向，要不就是亏本赚吆喝，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药王谷一开始也是亏本赚吆喝，每家势力都是如此，这个也不要吗？齐月有些眼巴巴地望向另外一摊子上摆放着的2级弟子，只要30枚鬼石，无需额外鬼石供应。齐谷主开始有些隐隐心动，但还是微微咬牙不要。他开始步伐加快，尽可能的不看两侧摊贩，这里多花1枚鬼石，在争抢丹炉的时候可能就因为差这1枚鬼石而竞争失败，只要不看就不行动。他快速朝街道尽头走去，直至在街道尽头看见了几匹骷髅马以及鬼驼和被骷髅马牵引的马车等，旁边价格标得清清楚楚。一匹骷髅马售价1500枚鬼石，不单卖，仅限势力批量采购；一匹鬼驼售价2000枚鬼石，不单卖，仅限势力批量采购；由3匹骷髅马牵引的马车售价5000枚鬼石，不单卖，仅限势力批量采购。这次齐谷主再也走不动路了，整个人站在这个摊子面前，呼吸渐渐急促，耳根子也变得通红。他仿佛看到了无数枚鬼石在向他招手。骷髅马在江南售价3000枚鬼石，带1匹马回去，抛去路上的花费，至少净赚1400枚鬼石。若是买得多，平摊在每个骷髅马上的成本要更低。鬼驼售价4000枚鬼石，带回去净赚1900枚鬼石。马车售价3万枚鬼石，带回去就净赚8000枚鬼石。这他妈哪是买东西啊，这不是在捡钱吗？几位客官，这个摊子的摊主，一个年事已高的老者走上前，满脸对笑的介绍道：“可以随便摸，都是货真价实的骷髅马。”这个老头正是江北陈家的大长老，此时已经归顺繁域，今日担任此处摊主。父亲齐峰深吸了一口气，将父亲拉到角落里，低声道：“这个没道理不买吧？那是纯捡钱，只要我们拉去江南，根本不愁没有市场的，大批人抢着要。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齐谷主此时也有些难以淡定的不断刮动着鼻梁，如刮痧般。什么是好生意？高利润、高复购、高周转率，但凡占其中一个，就算得上是好生意。但只要买了这批骷髅马拉回江南，那就是这3个全占了，这是顶上加好的利益。只是繁域为什么要卖给他们呢？繁域直接拉到江南，以2500枚鬼石的价格售卖，岂不是能赚得更多？这是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明白，很容易有诈。这位摊主齐谷主深吸了一口气，大步走到摊贩面前，沉声道：“
有一事我想询问，樊玉为何不自己将这匹骷髅马拉到江南去卖，而且可以卖2500枚鬼石，赚更多？问得好！站在摊子面前的陈长老，这些日子早已经收到对应培训，从善如流的笑着道：其樊玉是个刚崛起的势力，和江南、江东、江西各地的商路并没有完全打通，如果樊玉亲自去卖的话，短时间内卖不出太多匹。其二，此举势必会影响原本江南各地售卖骷髅马的势力，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势力对抗。但倘若是大家售卖的话，那大家就是利益共同体，那几个售卖骷髅马的势力敢对你们做什么吗？其三，骷髅马只是个开始，樊玉打算整合各家的商路，打造一个丝绸之路，将樊玉的商品倾销给更远的地方，乃至关西平原，大家一起赚钱，一起吃肉。说实话，在他得知这个计划的时候，他都忍不住有点赞叹少爷的疯狂。此举一旦成了，那所有势力都直接成为樊玉的下游势力，都成了樊玉在外的触手，势力影响力大幅增加。而且正如七谷主所说，售价2500枚鬼石可以赚得更多，但少爷不仅仅要让自己赚，还要让别人赚，大家一起赚，让出部分利润，让大量势力为樊玉工作，让大量势力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商路、人脉等全都为樊玉所用。他不清楚少爷的成本价是多少，如果成本价在1000枚鬼石的话，那绝对是一个极其完美的买卖。如果成本略高一点，成本价在1300枚、1400枚，那就是一个长远买卖了，短期利益可能一般。七谷主眼眶通红的直勾勾盯着面前这匹骷髅马，内心在不断挣扎。药王谷是以炼丹起家的，一尊黄色品级的丹炉能增加药王谷的底蕴，并炼制出更高品级的丹药。但正因为七谷主靠售卖丹药为生，商路也是极广的，他和江南很多势力都有利益往来。消耗期5万枚鬼石，买下50匹骷髅马，他有把握1日内便以2500枚鬼石的价格全部售卖出去。这一来一回就是5万枚鬼石的利润，倘若买下100匹，那就是10万枚鬼石的利润，这纯白捡钱。只是药王谷的流动鬼石没有那么多，他已经带出来6成了，准备先抢下那尊黄色品级的丹炉。若是买了这匹骷髅马，那丹炉就只能眼睁睁都看着江西红丹坊拿走那尊黄色品级的丹炉了。陈长老笑呵呵地站在原地，也没催促，只是心里却有一种异样感觉。论身份，齐谷主比他高得多，本是主宰一方生杀大权的大人物，但此刻却极其挣扎，面红耳赤的，这感觉让他心里隐隐有些暗爽。妈的，跟在少爷手下做事，比跟在老爷手下做事舒坦多了，至少干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儿，不用干那些亏心事，干的人晚上睡觉都感觉睡不好。眼看时机差不多了，陈长老才轻咳一声，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一般，猛地一拍脑袋，满脸歉意道：七谷主，在下眼拙，刚才没认出来你。药王谷是樊玉的1级信任势力，拥有最多10万枚鬼石的赊账权利。你在樊玉方势里可以随意挑选价值10万枚鬼石的商品免费带走，只需在1月内付清鬼石即可。这是你的令牌。只见陈长老从手里恭恭敬敬掏出一枚特制令牌，一个长方形令牌，正面刻有樊玉2字，背面刻着药王谷2字。手持该令牌前往樊玉方氏任何一家樊玉旗下的摊子，均可赊账。七谷主有些难以置信地愣在原地，他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不由下意识开口道询问道：樊玉就不担心我不来付钱？陈长老不由微微一笑，不担心，只是下次拍卖会应该就会出现药王谷的丹炉了。七谷主顿时反应过来自己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不由轻咳了一声，以掩尴尬，但还是有些爱不释手的接过令牌，递给陈长老：那我现在就使用这枚令牌，帮我全都用来订骷髅马，我离开的时候带走。没问题。陈长老接过令牌，走至身后屋子推门而入，很快又再次出来，将令牌还给七谷主，笑着道：已帮你预留66匹骷髅马，还剩1000枚鬼石额度，祝七谷主此行顺利。好好好！七谷主整个人脸上都控制不住的洋溢起笑容，将这枚令牌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还有其他势力成为樊玉的信任势力吗？在樊玉方氏消费5万枚鬼石，或被樊玉定向邀请，均可成为樊玉的1级信任势力。那是不是还有2级信任势力？是的，2级信任势力拥有最多20万枚鬼石的赊账额度。20万！齐谷主不由呼吸一滞，这他妈樊玉这么富吗？整个药王谷的现有鬼石加起来都没有20万枚，他要是效仿陈凡这样去做，一次赊账就给他药王谷赊垮了。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成为2级信任势力，在樊玉方氏消费20万枚鬼石即可。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一半了，对不？算是吧。陈长老笑着道。具体还得等齐谷主弥补其本次费用，才会计入消费进度。明白。齐谷主咧嘴笑着点头，又忍不住将令牌掏出来，在手里把玩着。令牌后面还有个等级1的标识，也没过多逗留，当即前往街道尽头的客栈推门而入。小二订房。他此时心情极好，非常好，甚至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回江南了。下一刻，站在店门口的小二笑着望向一行人。可是齐谷主，正是这边请。药王谷是樊玉的1级信任势力，入住客栈不需额外费用，并拟升房。升房就是比其他势力可以入住更好的屋子。好好好！齐谷主忍不住再次咧嘴笑了起来。他并不差住客栈这点钱，但这种特权的感觉让他很爽。成为樊玉1级信任势力还有这特权呢？别说，同样是方式，这樊玉方式怎么感觉有种其他方式完全没有的感觉呢？感觉很奇妙。他喜欢。樊城入城处的两侧街道摆满了摊贩，两侧虽有沿路屋子，但都处于房门紧闭的状态。但实际上，两侧沿路屋子都是被打通的，形成
成了被房屋所包裹的通道。一个个身穿繁玉制式长袍的男女老少正在通道内不断奔跑。报：繁玉1级信任势力药王谷，消耗9万枚鬼石赊账额度购置66匹骷髅马，还剩1000枚鬼石额度已计。报：繁玉1级信任势力公羊一族，消耗10万枚鬼石赊账额度购置64匹骷髅马和2头鬼驼，还剩0枚鬼石额度已计。报：一剑宗消耗5万枚鬼石购置了50匹骷髅马，并申请成为繁玉1级信任势力已计，申请通过。坐在通道尽头快速录下信息的王奎抄起一旁的传音符。王奎联系后勤阁，一剑宗申请成为繁玉1级信任势力，我已同意，请加急制造1枚的一剑宗专属的信任势力令牌。传音符那头也很快传来小邱的声音，收到，已加急制造，很快送达。数百息后，一个身穿繁玉制式长袍的男人骑着骷髅马从峡谷内冲出，从另一侧进入凡城，并快速来到这个屋子的后门，将1枚令牌恭敬地上。王奎接过令牌，再次递给身旁一人，拿去交给一剑宗。再报：繁玉1级信任势力一剑宗，消耗10万枚鬼石赊账额度购置65匹骷髅马和1头鬼驼，以及16座2级地次，还剩20枚鬼石额度已计。陈凡此时已不在门口迎接了，这项工作交给了王麻子。王麻子作为繁玉的商阁阁主，负责繁玉的商会，也是得跟各个势力混个脸熟，见个面。而他则是站在繁玉方氏街道两侧的屋内尽头，望向在尽头内不断奔跑的繁玉成员，脸上的笑意极其浓郁。要想快速将生意做大，让利是必须的，让其他人也能吃到蛋糕是肯定要做到的。而如果想让生意疯狂变大，那一定的账期也是要给的，钱他提供，货他提供，这些势力只要跑腿就能赚到一笔极其丰厚的报酬，这不疯狂才怪了。他对方室内如今疯狂的场景早已预料，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电脑，记账不太方便，只能靠人力，看起来有点累。不过从这些人脸上好像大家都很兴奋，还是缺人手啊。站在一旁的陈凡不由感慨了一句，繁玉现在整整247号人，但还是缺人，跑腿的人是够了，但一些专业性的人才不够，比如他现在就缺头脑灵活值得信任的几个账房先生，这样就不用将王奎抽调过来了，能说会道的他已经全都派到繁玉方式当摊主去了。就在这时，狱主跟在身旁的瘸猴有些迟疑的询问道，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疯狂了？万一我们顶不住怎么办？赊出去的鬼石一时间收不回来就糟糕了。不会，陈凡轻笑着没有解释。其他人并不知道他打造一匹骷髅马的具体的成本。他打造一匹骷髅马只需100枚鬼石，相当于别人拿赊10万枚鬼石购买的66匹骷髅马。对他来讲，也仅仅是6600枚鬼石的亏空而已，完全可以顶得住。但我总觉得是不是给他们赚的太多了一点？瘸猴有些愤愤不平道。他们甚至都不用出钱，一来一趟就能赚数万枚鬼石，凭什么？不着急，陈凡笑着轻声道，这叫千金买马骨，用实际行为告诉所有人跟着樊玉混就有肉吃，让更多没参与进来的势力眼红，渴望跟着樊玉一起吃肉。而江东、江西、江南3地的骷髅马市场在这种大规模供应下，短期内很快就会饱和，他们就慢慢降价，1500枚鬼石买的，卖个1700枚鬼石乃至1600枚鬼石都很正常。接下来才是重头戏，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势力都跟着樊玉吃饱饱了，对樊玉的信任度已经很高了，并且渴望吃得更饱。而有的势力可是拥有前往关西平原的商路，我们再借着这批势力，将骷髅马销售到更远的地方，名气越来越大。届时如果有人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都不用出手，仅需一句话，大量势力都会帮我们灭了这个势力，这就叫天下不为我所有，但天下皆为我所用。瘸猴认真低头思索着，隐隐能感觉到这个计划一旦成功，那将是划时代的，没有任何一家势力做到如此地步。但缺陷就是万一失败，就是万劫不复，有人赖账怎么办？95龙辇前压，杀鸡以儆猴，这一日注定是疯狂的。很多势力都是被樊玉的名声和拍卖会吸引而来，压根都不知道樊玉方式的消息，但在樊玉方式转了一圈后，都纷纷红了眼。这他妈哪是江北啊，这不是他们未曾谋面的第二故乡吗？快，在樊城的另一条街道，这条街道负责收购以及让各个势力之间自由交易，其中一间商铺是樊玉官方的收购商铺。一个中年男人有些焦急的指向身后一马车的货物，帮我估个价，我全卖了。他本来自江东一个势力，得知雨季过后樊玉会有很多势力赶来，特意在雨季结束就拉了一批货物，准备前来售卖。但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疯狂，他的势力和樊玉并无交集，必须在方氏消费5万枚鬼石，才能成为樊玉1级信任势力，才能带着大批骷髅马回到江东。但他是出门卖货的，又不是势力之主，只是他们势力负责商会的，身上哪有那么多鬼石？只有3-4万枚鬼石，本来是打算回去使用收益和这笔鬼石再买一批货拉回去卖的。而樊玉放出的今日消费5万枚鬼石成为1级信任势力的额度只有20个名额，他和组长商量过后，决定将货物快速清仓给樊玉，然后快速购买5万枚鬼石的骷髅马成为1级信任势力，再用10万枚鬼石的赊账额度购买更多的骷髅马带回去。现在名额已经被抢到仅剩7个了，这也是他如此着急的缘故。这压根是白捡钱啊，主要是没有任何风险，风险全部都是樊玉单，他们只需来回跑一趟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规矩我都懂。中年男人有些急促道，这批异宝都是未开包异宝，没时间鉴定了，你们直接打包收了吧。客官莫急。陈家二长老乐呵呵地走出来，招了招手，店内走出几个小二大包小包的，将货物全都搬回屋内，才开口道，我们掌柜的先大概过目一遍，再给你个具体的数，麻烦你们快点，我这里有点着急。理解。店铺内，陈凡坐在内屋，快速扫过每个异宝的面板，数量真不少，白色异宝为主，绿色异宝有个7、8件，最后视线停留在了一块翡翠玉牌上。异宝名称：建筑师令，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凭此牌可成为建筑师，简简单单的效果却蕴含着巨大的利益。
陈凡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果然人多了之后，这宝贝就自己送上门了。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成为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一件压轴拍品。至于其他异宝，有不错的，也有差的，他准备全部收了，用于梵域商会储备。半晌后，他给出了一个合适的价格，望向站在内屋等候吩咐的袁陈家二长老，轻声道：“报价1万枚鬼石，看他卖不卖，可继续加，但不能表现出太着急。”明白。陈家二长老面色恭敬点头后，才大步走出屋外，望向焦急等候的中年男人，轻咳了一声。掌柜已经估完价，回收价格8000枚鬼石。其中话音未落，成交。中年男人神情激动地催促道：“快，鬼石给我，货都给你们了。”陈家二长老嘴角微微抽了抽，他本来想着再抬到1万枚鬼石，让对方感觉他真的让利了，没想到对方这么着急的，当即摆了摆手。身旁小二快速清点鬼石递过去，接过鬼石的中年男人没有丝毫犹豫，带着自己的手下就朝隔壁那条街梵域方世街冲去，生怕慢一步，梵域1级信任势力的名额就被抢完了。真是，他望向男人离去的背影，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幸好他以前没欺压过少爷，才能得以捡回一条命，并有幸见证樊城的繁华。虽然他已经老了，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自己好像迎来了事业第二春。